叶北国摄政王府，冰冷的地面上，女人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残破的衣衫遮盖不住她遍布满身的痕迹，以及那具冰冷的躯体，还有弥漫在空气中浓烈的情欲味。王爷，王妃死了。窗前衣衫半敞的男人嗯了一声，声音中没有任何多余的情感。即便这死去的女子是与他昨夜缠绵了一晚的新婚王妃，可是在男人深邃的眼眸中，这个女人和蝼蚁并没什么两样，只是为他解毒解郁的工具。喂狗吧，物尽其用。是。啊，什么玩意儿？喂狗？这大师了！那也得问我老娘同不同意啊！说时迟那时快，死而复生的云南月纵身一跃，趁其不备，一把夺过侍卫腰间的佩刀。云南月，你莫要伤害王爷！等到侍卫反应过来，这锋利的刀刃已是抵在了叶君爵的颈间。这一切只发生在须臾之间呢。小哥哥好狠的心呐，竟然舍得把我这么美的女人喂狗。哇哦，小姐姐空灵好听的声音是又柔又媚，就是那种让人俗到骨头里的情不自禁。看着眼前半敞着衣衫的绝色美男，以及四周破旧的陌生环境，云南月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怎么办啊？小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害得姐姐都动了恻隐之心呢。朱唇勾起一抹几许轻浮的调笑，云南月一手持着长刀威胁着叶君爵的命，一手轻轻地顺着他完美的侧颜向下滑落着。从男人棱角分明的下颚到健硕的胸前，从比例紧实的腹肌到勾人的人鱼线，再到坚实的臀部，皆从他指尖一一划过。哇哦，不错哟，是他喜欢的类型。乖，告诉姐姐你的目的，姐姐保证不杀你。嘴上仁慈，可是抵在叶君爵脖子上的刀那是见了血了。这个举动惹得男人万年不变的冰山脸剑眉一挑。但昨夜的他还在他身下不断的颤抖，苦苦的哀求软弱的女子，怎么今天像换了个人？这云家的女人果然有诈呀！敢用刀指着本王的人，爱妃你是第一个。爱妃？姐姐可没时间跟你玩角色扮演，说是3个数之后不说实话，姐姐可是会杀了你哦。可惜了这张长在他审美点上的脸了，若不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他一定和这美男好好聊聊人生啊。3、2，唉，可怜的小哥哥，下一世别遇见我。一声轻叹，像是有万般的不舍和哀愁，却一点也不影响云南月长刀挥下。可谁知就在云南月手中的长刀即将结束叶君爵性命的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疯狂地涌上脑海，只一瞬间便疼得云南月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栽在地上，趔趄倒地。好疼！像是无数冰冷的银针生猛地戳着他的大脑，下一秒又像是数千吨的熔岩灌入他的脑海中，极冷与极热剧痛交替着，生不如死的滋味折磨着云南月。他痛苦地蜷缩在一起，而脑海中更是有着一幕幕不属于他的陌生记忆疯狂地涌入，不可言喻的嗡鸣阵痛着他每一寸的神经。谁？是谁？谁在我耳边说话？好疼！也不知过了多久，冷汗早已浸透单薄的衣衫，融合了全部记忆的云南月瘫在地面上，虚弱地望着四周。原来我在现代真的死了，为了救那个倒霉孩子中弹坠海身亡。可能是上天怜悯我死前做了一件好事儿，这才让我的灵魂穿越到这异时空古代。一个胆小懦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渣爹不亲的云相府嫡女，一个成婚当晚就被夫君弄死了的可怜女子。我靠，这狗血的18禁穿越！转过头去看着身边居高临下凝视自己的男人，意识逐渐涣散的云南月对上叶君爵冷漠的目光，缓缓地呼出一口气。爹，给个活下去的机会嘛。要说这云南月呀，作为21世纪顶尖的杀手，他除了有高超的暗杀技巧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屈能伸。就像现在，明明他已经虚弱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但是某女人
鱼硬是挤出一个无比灿烂的微笑，试图拿自己的美色换取一条生路。毕竟啊，活着才是王道噻。原主的记忆中，眼前这半裸衣衫的美男叫叶君爵，是叶北国的摄政王九皇叔，天下人眼中暴虐成性、杀人不眨眼的疯批男人，无人敢招惹得住。终于，盯着云南月的叶君爵开了口了，一句话就断了云南月活下去的后路。本王若是不想给爱妃这个机会，爱妃要对本王说什么？哼，说什么？我还能说恭喜发财吗？眼前的一切越来越模糊，他再也抵抗不住昏沉的意识。云南月用尽了力气，抬起手对着叶君爵竖起了中指。我操你妈！一声声国粹落下，云南月彻底昏死过去。昏迷之前，只听得耳边冰冷的声音再一次响起，那声音冷得让人窒息。相府嫡女云南月妄想盗取叶王府珍宝，伺机行凶，即日起送入18楼狱，没有本王命令，不得踏足都城半步。是王爷。好歹暂时是不会死了。哎呀，我先睡一觉吧。5年后，终于滚蛋了！他们母子4人就是恶魔，是混蛋，是畜生。是啊，5年来，咱们18楼狱的老少爷们，谁没遭过毒手？老天爷开眼，可他娘的走了！哎呦，那是声声控诉，字字真情啊，可谓是听者流泪，见者伤心呐。再见，欧阳爷爷、白爷爷、焦叔叔，我们和娘亲游山玩水后一定会回来的。站在船头，身穿小粉裙，脑袋上扎着2个小揪揪的可爱女娃挥了挥小胖手，奶声奶气和众人告别。小女娃肥嘟嘟的小脸上2个浅浅的梨窝，更是可爱到人的心坎里。娘亲，你看，欧阳爷爷他们哭得好惨，好舍不得咱们呢。看着自家小女儿伤感的小表情，当然不舍了。小星星昨天才把你欧阳爷爷珍藏17年的9味鲨鱼，前天把你白爷爷的天元宝典叠了飞机，大前天把你江叔叔的无双剑匣烧了火。云南月一桩桩一件件数着自家闺女干的好事儿。当然了，不止小星星一个，还有俩宝贝儿子呢。娘亲亲，我们是要去找爹爹吗？江叔叔说爹爹是叶北国的一个王爷。小星星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睛，眼中的光芒不灵不灵地闪着。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你们的爹爹被坏人追杀，一不小心扭到了脖子，从山崖上掉落下来。掉下来之后，几百辆马车来来回回回来来的，在你们爹爹尸体上一遍遍的碾压，那个惨呐！你们的爹爹被碾压成片片后，几个路过的大爷大妈以为是死耗子，就把片片用粪叉子插回家喂了猪。就这样，你们那可怜的爹爹连骨灰都没落下，娘亲可开心可伤心了。5年前，云南月被送入18楼狱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为孤儿的她，最终决定把孩子生下了。当3个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她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牵挂，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牵挂。至于孩儿他爹是谁，祝他英年早逝，坟头草3丈高。她可是个善良的女人呢。娘亲亲就告诉我们爹爹是谁，好不好嘛？娘亲亲最好啦。这云南月的回答，就一个。等到了岸上，你们想要几个爹爹，娘亲就给你们找几个爹爹。原主已经够惨的了，她可不想让仔仔和那个疯子有任何的联系。乖，娘亲给你们做饭去。兄妹3人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小表情，那叫一个严肃。还是没问出来，我卖萌了也没用。叶北国有4个王爷，届时挨个问一遍就是了。作为3个孩子中的兄长，大宝云岩放下手中的古书，深邃如玉的眼眸噙着看不穿的笑意。他看着前方，眼底似乎有什么算计。而身穿蓝衫的2宝云叶藏着一抹迫人的寒意。找到后，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云岩和云叶长得很相似，
可这性格呢，那是天差地别，一个温润如玉，一个冷酷如冰。而3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娃娃云星辰，则是像极了云南月，古灵精怪，可可爱爱。好苦恼呀！咱们的渣爹爹到底是谁呀？小星星一脸的苦恼。他们找爹爹，那是要给娘亲报仇的。江叔叔说，爹爹是个大渣男，不仅伤害了娘亲，还将娘亲流放到18楼狱自生自灭。哼，娘亲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凡伤害娘亲亲的人都是大坏蛋，渣男爹爹也是。3日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叶北国叶王府，方才他小睡之际，在百花盛开的梦中见到了3个年幼孩子欢乐的笑脸，十分的安静又温馨。可是他的梦呢，从来都是厮杀的血腥与无休止的诡诈斗争，唯独刚才那个让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王爷，卑职有要事禀报。进来。禀王爷，幽冥河18楼狱发生暴动，不少恶人趁机逃离。据探子来报，已经证实云南月踏入叶北国境内，他是1个月后便会抵达京都，寻王爷报仇。侍卫贺东说着消息，他不明白18楼狱那种恶罗遍地、十死无生的地方，这云南月是怎么活下来的。可是更令他不解的是，王爷在听到云南月要找他报仇的时候，他笑什么呀？卑职这就去处理了他。不需要。叶君爵转过头，迎着散落的光芒，笑得更深了。云南月，本王等着你。1个月后，叶君爵没有等到云南月的复仇，因为他等的女人迷路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马蹄声咯哒咯哒咯哒，伴着奶声奶气的叹气回荡在夜色中。要不我们花钱找个车夫吧？娘亲亲又要照顾我们，又要驾车赶路，我心疼的紧。算一算，这离开18楼狱有1个多月了。本来早就应该到叶北国的都城吃香的喝辣的揍渣爹了，可结果呢？从幽冥河到叶北国港口3天的船程，他们愣是来来回回转悠了小半个月。上岸之后呢，娘亲又驾着马车带着他们兄妹仨在叶北国转了小半个月。我是真的心疼娘亲亲。看着女儿可可爱爱的小脸，感受到来自女儿真切的关心，云南月一颗老母亲的心呐，哎呦，被萌得不要不要的。只要有娘亲在，百事无忧，万事不愁。出发！云南月信心满满，就算是陆虾，他也可以带着儿女们游遍7国。娘亲，路走反啦！马车中，按照他娘这种走法，那10年8年也到不了叶北国的都城啊。我们的旅途是星辰大海。驾！云南月驾着马车调转方向，继续出发。我的个孙！怎么才能绕过叶北国，少走些弯路，游遍7国呢？哎呀，愁死我了！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作奸犯科时。只见云南月的马车被3个魁梧的大汉给拦住了去路。这娘们儿长得可真漂亮啊，就跟天仙下凡似的。你瞧瞧那眼睛，真是勾住了爷我心间间里去。大哥，你先上，我和3弟帮你抓着他，等大哥爽完我们再来。凭啥每次都是大哥先来？是我先看上小娘们的，我第一个上他，我不管。我已经好几天没摸娘们了。说吧，这尖嘴猴腮的老三几步上前，伸出狗爪子就要拉扯云南月的衣服。木剑一招就打碎了大汉的手腕骨。敢对我娘亲图谋不轨，诛！站在云南月身边的小孩冷傲地抬起头，看着平日里不苟言笑却护他如命的二宝，云南月的心呐，那叫一个暖呐！哎呀，瞧瞧，这是我生的儿子，帅气吧，霸气吧，羡慕吧？臭小子，敢杀我兄弟，你们找死不成？这位先生此言差矣，是你们行凶作恶在前，何必恶人先告状呢？说话间，一把玉骨扇飞了过来，扇面扇骨皆是利器，若非执扇之人不想杀生，此时的老二怕是已经人头落地了。娘亲亲，他还活着，我们救救他好不好？不知何时蹲在了被劫男子身边的云星辰扭过头了，肉蛋蛋的小脸上乌黑的眸子写满了善良。
胖老大见状，转身几步走到他身边，大手抓住小星星作为人质，要挟着云南月赶紧从了他的意。臭娘们儿，想让你女儿活着，就把咱们哥几个伺候好了，要不然之后的话他没说，但是你懂得噻。可是呢，被拎在手中的小星星却没有作为人质该有的那种恐惧，反倒扭着小煤气罐一样的身体，转了个面，向着胖老大。胖叔叔，你放开我好不好呀？我要去救那个叔叔呀！救人？也不瞧瞧你长得跟个矮萝卜成精似的，去救人？信不信我先把你宰了炖萝卜汤啊？矮萝卜成精？被骂成矮萝卜精的小星星眼泪唰一下涌上来。人家明明是高高个，你是坏人，我不喜欢你，你是坏叔叔。他一边哭一边从身边的小挎包里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毒药。人家才不是矮萝卜精，人家不要当矮萝卜精，人家是高高个。被拎在半空中的小星星那哭得叫一个委屈，小胖手从小挎包里拿着药粉，不要钱似的就向这胖老大撒过去。你就见那胖老大的脸，那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紫，反正就没有一个正常人该有的颜色。关键是被毒翻了的庞然大物倒地不起，更是生死不知了。杨芊芊，他说我是矮萝卜。乖不哭啊！我们家小星星是天下间最可爱的女孩子，又漂亮又可爱，又是个高高个儿，才不是什么矮萝卜成精、煤气罐成精呢。云南月抱起自家闺女，顺手习惯性捏了捏她肥嘟嘟的小脸，biu biu biu，仿佛自带音效，手感超级的棒。哼，你们哥三个也是闲的，找死也不必这么刻意送人头吧？云南月的眼底更多的是同情。哎呀，别看他们家仨宝贝儿只有5岁，那可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不是，没有一个善茬。翌日，叶北国边境城市灵峰城客栈。你们乖乖的待着，不准乱跑。娘亲去买些日常用品就回来。知道了，娘亲。我要吃糖葫芦。云星辰挥舞着小肥手，目送着云南月离去。云南月一走，3小只开了个例会，会议的主题是书名号：关于如何让娘亲顺理成章地前往叶北国都城这件事。第7版惊叹号书名号。娘亲虽然是路痴，但是刻意避开前往叶北国都城的路。所以说，三妹昨晚上救了那个男人，目的便是让他代替娘亲驾车去往叶北国都城。聪明。但问题是，那个男人若是不同意，该怎么办呀？小星星皱着小眉头。这18楼狱在叶北国境外的幽冥河，是一处四面环河的孤岛，想要彻底的离开，唯有从叶北边境的城市灵峰城穿过，去往七国各地。以娘亲的性格呢，定会在采买之后毫不犹豫地离开叶北国，去宁南国也好，去龙溪国也罢，总之一旦离开了这儿，他们就很难去都城找到他那个渣爹了。昨天晚上被3个魁梧男子打劫的白衣男子从内室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美人出狱。小星星的脑海里疑问自己这个成语用的对不对。哎呀，不管了，反正这个叔叔长得超级帅就是了。多谢几位小友昨日相救，等到都城之后，陆某必定重谢。男人俯首行礼，表示感谢，并愿意重金酬谢救命之恩。在听到都城俩字时，云岩、云叶、云星辰之6目相对，最后齐刷刷向这男子看过去。站着说话腰疼，叔叔您坐。嘿嘿，刚才听你说要去都城。尊老爱幼、关心残障人士的云星辰小朋友起身让座。是，在下叶北国陆家陆泽谦，此次行商遭人算计落了难，若非几位小友相救，怕是早已尸骨无存了。陆泽谦就像他的名字，润泽万物，谦谦君子，让人不禁感叹：哎呀，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通透的美男子啊！哎，最重要的是啊，陆泽谦没有因为对方是3个孩子而心生怀疑，仍旧以礼道谢。就这个，在3小只的眼中就加了印象分了。真正救了你的是我娘亲亲，
没有我娘晶晶彻夜守着陆叔叔，怕是早就发生不幸的事情了。所以陆叔叔介不介意以身相许，做我们的二爹爹？啊！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陆泽谦有些茫然。小有何意？是这样的，清了清嗓子，云星辰奶声奶气介绍自家的情况。我娘亲云南月，人长得非常漂亮，厨艺好，武艺高，是个能文能武能骂人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奇女子。但是人无完人嘛，我娘亲唯一的缺点就是路痴。下面这位穿白衣服的儒雅小美男是我大哥哥云爷，这位身穿蓝衣服的冷酷小大侠是我二哥哥云烨，而美丽温柔可爱的我叫云星辰，我们今年都5岁了。穿着小粉裙儿，脑袋上扎着2个小揪揪，小星星伸出5根手指，甜甜的笑着。娘亲亲说我们3兄妹就是她的日月星辰，是世界上最帅气、最酷、最可爱的宝贝。哎呀，我好笨呀，差点给忘了。对了，二爹爹成家了吗？我娘亲亲说过，他这一生一世只一双人哟。陆某至今1人，未曾婚配。二爹爹还没重婚，太好了。说着，小星星从上衣的兜兜里掏呀掏呀掏出了一锭小小的银元宝，将它放在陆泽谦的手中。这是聘礼呀，既然二爹爹要以身相许，我们女方当然要备下聘礼啦。看着小家伙认真的表情，陆泽谦好看的眉头皱起，唇角也浮现出一丝笑。不过前一秒还在陆泽谦手中的聘礼，下一秒就被折回的云南月拿走了。我才出去一会儿的时间，你们3个小崽子就把亲娘给卖了，小兔崽子！还好我回来的及时啊，要不然被卖到深山老林都不知道。没有，我们没有把娘亲亲给卖了，是娘亲亲娶了一个二爹爹，是不是二爹爹？可是当他回身的一瞬间，当一双如玉的墨眸倒映着紫色长裙女子身影时，他看呆了。二爹爹，我娘亲亲是不是超级漂亮？嫁1赠3绝对不亏哦。云星辰，别以为你长得可爱，老娘就不敢收拾你啊！还有，你们2个小帮凶，等一会儿再收拾你们。家里的3个小人精一定没安好心，想来面前病弱的美男子定是被算计了。公子莫要见怪，童言无忌。在下陆泽谦，多谢云夫人救命之恩，陆某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不，唯有重金相谢。一时忘神说错了话，陆泽谦病态苍白的俊脸是羞红不已。陆泽谦是谁呢？他是叶北国首富陆家的嫡长子。云夫人的救命之恩，陆某该说不说，兄弟你挺惨的呀。云南月致以最深刻的同情。哎呦，又是被下毒，又是被废武功，又是被打落悬崖，又是遇到劫匪，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呀，这不糟蹋人吗？二爹爹不怕，有娘亲亲在，有我们在，明儿咱们就动身去叶北国都城，找那些害你的人报仇，去打掉他们的大门牙。挥舞着小拳头，云星辰信誓旦旦。半夜时分，几道黑影藏于夜色中是急速的而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将这陆泽谦斩杀于刀下。泛着阴森寒光的大刀撬开了门栓，黑衣杀手奔着床铺走去，二话不说举起凶器，咔咔咔一刀一刀的砍下去。陆泽谦呢？不好，中埋伏了！哟，才发觉啊，晚了。看了好一会儿头戏了，身形藏在暗中的云南月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黑衣人杀手被斩于唐横刀下。得知中了圈套的黑衣杀手们既逃不出房间，又无法靠近云南月的身，这能做的就只有躺在地上化作一具死不瞑目的冰冷尸体。你究竟是谁？我是神。杀手一共13人，11人被云南月解决，另外2个在门外望风。杀手叔叔，快看快看，我手里的东西会发光呀！云星辰颠不颠跑到杀手面前，捂着一双小手手，怕手里的东西飞了。守在院子外的黑衣杀手不仅没有将小粉团当成威胁，反倒被萌化了。还心想着等到杀了陆泽谦，找个麻袋把这小团子装走，
带回家养着。只可惜杀手的愿望落空了，落得空空的。咕咚！当云星辰张开小手的一瞬间，一道粉色的烟尘飞起，吸入烟尘的杀手头一歪，就倒在地上昏睡不起。黑衣杀手见同伴倒地，于是拔了刀要杀了云星辰，可是还没等他刀出鞘呢，就突然被出现在眼前的身影击中。低头看去，一把刻着花纹的木剑击中了他的腹部。下次不准再鲁莽了。知道了，二哥哥，下次人家会小心再小心的。云星辰吐了吐舌头，甜甜的笑着，保证自己知错就改，改完再犯。好在娘亲亲和大哥料事如神，猜到会有杀手来杀二爹爹。二哥哥也超级厉害的，棒棒的。客栈小院的对面，坐在3楼窗边饮茶的叶君爵将这一切收入眼底。虽然看不清这仨孩子的模样，可是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手段，倒是让人赞赏啊。王爷，这3个孩子下手也忒利落了，一看他们的父母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好玩意儿。俗话说3岁看到老，将来这3个孩子，一定会成为一方祸害的。一定，我用脑袋保证。叶君爵的目光随着云星辰兄妹3人而动，他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啥，他怎么一眼看过去，对这仨孩子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感情，就像怎么说呢1个月前的那个梦，对，那种感觉。王爷，这次咱们来灵峰城捉拿叛军首领有功，圣上怕是又要给您赐婚了呀。自从云南月被送到了18楼狱，5年的时间呢，圣上来来回回光赐婚都赐了10多次了。但是王爷总是以等王妃出狱为借口拒绝赐婚。好，闲话咱先不提啊。如今这外界可是传开了，说是叶北国的叶王是个断袖龙阳，真是让人欺负。您叫卑职说什么来着？圣上这一次要给王爷赐婚的女子，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何嫣然呢？退了。哦，啊？告诉圣上，本王心念王妃，其他女子胆敢踏入叶王府半步，杀之。是，卑职领命。月色银辉，透过窗户照在叶君爵那张神明都要嫉妒的侧颜上。处理完杀手尸体的云南月是困意连连，可还是拉着兄妹仨进了房间，准备了热水给崽子们洗澡。娘亲，儿子已经长大了。我也是。房间里2个光溜溜的小男子汉表示，他们是男子汉，可以自己洗。害羞什么嘛？你们是娘亲的崽崽，娘亲什么没见过？隔着浴帘另一个小澡盆。大哥哥、二哥哥和我是怎么来的呀？这个呀，是很多孩子都会问的问题。大多数的父母的回答都是：你是捡的，你是充话费送的，你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你是从河里捞的，你是观音菩萨送的，你是抽奖中的。可是云南月不一样，他的回答是：你们呢，是为娘和黑山老妖血战数百个回合，从万恶的黑山老妖手中救下来的。哇，娘亲亲好棒！以后我们遇上黑山老妖，也要狠狠地揍他，保护娘亲亲。哦呦，挥动着小拳头，小星星奶凶奶凶，说着要打倒黑势力。同一时间，隔壁3层高的雅间里，正在喝茶的叶君爵没来由地打了个哈欠。灵峰城夜里寒，王爷要添衣吗？无需。修长的指尖微抬，并退了上前的贺东。叶君爵鬼使神差看了一眼小院儿。明日启程，回京都。或许那个女人已经到了。云南月，你莫要让本王失望啊！翌日，小院的客栈，云岩在晨读，云叶在练功，就只有小星星一个人闲出个屁，跑出小院放风筝。我的风筝！眼见着风筝掉到了小院的另一侧，好高呀，跳下去很痛吧？不管了，那是娘亲亲手给我做的风筝，一定要拿回来。云星辰心底一横，闭着眼睛往下跳。小心！磁性的声音缓缓地响起。叶君爵低头看着怀中粉雕玉砌的小女娃，眉宇间有着莫名的关切。你是何人？为何要闯入夜寨？见怀中的小团子不说话，叶君爵的声音柔和了些。小星星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一张帅脸出现在他面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心脏一揪一揪，觉着难受，然后豆大的眼泪噼里啪啦的掉下来，那是止都止不住啊！一向冰冷暴力的叶北国王爷，此时心底是莫名的慌乱。
他柔声询问着星辰哪里疼。是伤到哪里了吗？不是伤到了，只看到叔叔想爹爹了。小肥手擦着眼泪，可是眼泪就是不停，怎么也擦不完。乌黑的凤眸满是泪水，小星星撇着嘴巴，哭的是委委屈屈，让叶君觉心都碎了。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心碎个毛线。哦，乖，不哭了，本王带你去找爹爹可好？温柔的声音像是一个慈父在哄着闺女。我没见过爹爹，在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渣爹爹就抛弃了娘亲，是娘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们长大的。我虽然没有见过爹爹，但是看到叔叔就像见到了爹爹一样，所以才哭了。云星辰的话让叶君觉心底涌动着暖意，一股莫名的父爱冉冉升起。能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云星辰，我娘叫小星星，我们要出发喽！还没等云星辰说出云南月3个字，墙头的另一边响起了云岩的声音。来了！大哥哥，你等等我在捡风筝。跑到了风筝前面，捡起地上的风筝，又跑回到叶君觉的面前。谢谢叔叔的救命之恩，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这是我最珍爱的小星星，送给叔叔了。这是一颗很普通、雕刻成星星形状的蓝色水晶，和任何名贵的珠宝都不能比。可是在叶君觉的眼底，这颗小星星异常的温暖和耀眼。本王会好好珍惜你送的礼物。云星辰转身看着高墙，小眉头皱在一起犯了难，只好再一次求助叶君觉。叔叔，你能不能举高高，把我放回墙头上去呀？我娘亲亲知道我乱跑的话，一定会责罚我1个月不准吃糖的。好，抓紧本王。宠溺的语气没有任何的拒绝，叶君觉将他抱起，纵身一跃，来到了墙另一侧的客栈，稳稳的落地。叔叔再见。目送小家伙离去，叶君觉转身要走之时，就听到小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脚步一顿，小兔崽子，老娘给人换药的功夫你就跑没影了，也不怕被大灰狼抓了去。嘿嘿，哇塞，娘亲亲生气起来都这么漂亮，我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娘亲亲呀？别来这一套，拍彩虹屁是没用的。木有，我的娘亲亲简直是天下1顶1的女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打得过流氓，当娘亲亲的女儿最幸福啦。就你嘴甜，这一次就饶了你。赶紧上车，咱们出发了。站在原地未曾离去的叶君觉只觉得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眼前更是闪过5年前的一幕幕。忽然一种不切实际的可能性涌上心来，叶君觉抬起脚步欲要走向客栈。王爷你在哪儿啊？卑职刚刚收到飞鸽传书，宫里来的信，让王爷您尽快赶回去。墙的另一头响起了贺东破锣一样的嗓子。剑眉微挑，叶君觉脚步又落下，最终还是转身回了驿站。看着从墙头上掉下来的王爷，贺东是一脸的懵逼啊。王爷，您这是去哪里了？王爷，您带着的是什么呀？王爷，自领10军棍。啊？贺东也不知道自己哪儿又犯错，惹得王爷不高兴了。难道说王爷是因为圣上赐婚的事情不开心吗？可上次王爷拒婚心情挺好的呀，这次是为了点啥呀？一直到走出了2里地外，陆泽谦才拖着重伤的身躯缓缓开口，虚弱道：云夫人，还是洛某来驾车吧。为何？看不起我？哼，开玩笑啊！哎，他云南月可是杀手界的神话，那别说开车了，飞机他都开过。我们走岔路了。去往叶北国都城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咯哒咯哒咯哒慢悠悠地前进着。二爹爹，京都是什么样子的？京都车水马龙，各色商品琳琅满目。等到了京都后，二爹爹给小星星买最好吃的糖果，给银儿买各种绝版书籍，给叶儿买天灵剑匣，可喜欢。哇，二爹爹太好了，超爱二爹爹的。唉，陆泽谦，你能不能别太宠溺他吧？这样显得我很穷啊。半个月的相处，也许是被小星星一口一个二爹爹的叫着，陆泽谦早已将自己带入了一个预备役二爹爹的角色，
小星星既然叫我二爹爹，云家亦是下了聘礼，那作为南越的未婚夫，我宠溺自己的孩子，何错之有呢？童言无忌，别当真嘛。等把你送到了陆家，我们在京都待上几日，终是要离开的。来到叶北国的都城，一是护送陆泽谦，二是到云家拿回原主生母的东西，最多10天。10天之后，他们就要离开京都，去往下一站。此生此世，永不再踏入叶北国半步。是夜，倾盆大雨变成了绵绵小雨。娘亲，我这有一把琵琶呀，我想听娘亲弹琵琶。小星星想听娘亲弹什么？项王行、兰陵王入阵曲、阳春白雪、欢庆，我都听过了。看娘亲的心情，无论娘亲弹什么都是最好听的。云南月抱着琵琶入怀，调了调音准，食指拨动，当，开始弹起来。一声声琵琶音响回荡在房间，弥漫在雨夜。小星星坐在椅子上，小脚丫是荡来荡去，双手托着腮，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同样的，也因为琵琶声声入耳，竹林对面的房间正在处理密函的叶君珏循着声音起身。朦胧的夜雨中，透过稀疏的竹林，叶君珏看向对面同样开着窗的房间，只见一个怀抱琵琶的蓝衣女子对面而坐，及腰的长发随着清风而动。也是奇怪了，向来不喜乐声的他，在听到耳畔的琵琶声时，竟是压制住心中的杀戮和寒意，平和了不少。可是正当叶君珏听曲儿听得入神，那琵琶声戛然而止。只见对面房间中出现白衣男子的身影，举止亲昵的为蓝衣女子披上长衫，并关上窗户。一瞬间，叶君珏眼底是寒意骤起，被琵琶音压下去的杀戮再一次升腾起来。王爷，断桥已经修好了，明日便可出发。自从离开临风城之后，一路上都在下雨，更是走到招城之际，通往京都的桥让猛增的水冲断了。这不，经历了5天5夜的抢修，桥通了。可是让贺通不解的是，王爷为何盯着对面的房间，一脸要将其灭九族的表情啊？我就吃了个饭功夫，又发生啥了？不自觉咽了口口水，贺东僵在原地，他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1个月后，陆泽谦驾着马车，带着云氏母子4人，终于到了叶北城的都城了。哎呦，本来嘛，按照原定计划，提前半个月就可以到陆家的。可是呢，半途这陆泽谦毒性发作，服药后昏迷了几天，作为代驾的云南月就挑起了驾车的重任。于是，不用猜也知道，又走错了呗。要不是苍天有眼呐，保佑陆泽谦提前1天醒过来，这2大3小5个人怕是……哎，不提了。二爹爹，人家想吃糖葫芦，好想吃。好，二爹爹给你买，咱们吃最大最甜的糖葫芦。好耶，二爹爹最好了，超爱二爹爹的。你们敢！一大一小看看彼此，陆泽谦坐了回去，怂了。云星辰也不再提了。二爹爹，你不能怂，拿出你的男人本色，告诉我娘亲，今儿这糖葫芦我吃定了。不可，二爹爹也惧内。听到惧内，小星星一脸的笑嫌弃。先停车，我去药铺瞧瞧。你们4个乖乖等着我，尤其是你，陆泽谦，不准给小星星买糖葫芦吃。陆家家大业大呀，当然有足够的药材了。可是谁敢保证这陆家的药是干净的呢？小杂种，偷东西，吃了熊心豹子胆吧！此时，不远处响起了一声叫骂声，伴随着哭声回荡在众人的耳畔。不要！少年撕心裂肺地吼着，挣扎着起身，奈何被另一个大汉死死地踩着头。本该被大汉扔到河里淹死的小女孩，被一道飞跃在半空的蓝色身影救起。偷盗固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两位又何必下此重手？你他娘的是谁家小娃娃？不滚回去喝奶，管老子闲事儿！信不信老子把你们也扔河里喂鱼？经一线，这蓝衣小公子就将他身前数倍身形于他的大汉打倒在地上。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鬼，竟然敢动云家的侍卫！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云家？是云延昌的云家吗？正是，这偌大的京都，除了咱们相爷，谁他妈敢姓云？怕了吧？晚了！此时，就在大汉即将动手之际，咯哒咯哒咯哒，马蹄声响起，10几个人骑着马冲了过来。由于前方被人群围住，为首的男子勒住缰绳停了下来。叶王府马车，
尔等速速退去！队伍的中间，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彰显着主人高贵的身份。大胆！胆敢扰了夜王村下，找死！不是，夜王饶命，夜王饶命啊！是那2个小子使坏，我才冲撞了王爷的马车。夜王府的侍卫扬起鞭子，一鞭子呼过来。夜王饶命，我是无辜的，是他们暗中出手伤人。他们是刺客，对，他们是派来暗杀王爷的刺客。为求自保，大汉扯出云岩和云夜是刺客的说辞。为了保障夜王的安全，夜王府的侍卫也将目光投过去，看向一蓝一白2个小东西。贺东大哥，王爷在外面是不是有私生子呀？侍卫周延问身边的贺东，好一会儿也没有得到回答。回头一看，我的乖乖，贺东早就凑到兄弟俩面前，那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的看呐。像，真像啊！王爷，你看，你就是夜王叶君爵。站在马车前还没有马腿高的云岩抬起头了，深邃如玉的眸子毫无惧意地看向马车里的男人，并且直呼叶君爵3个字。站在一旁的云夜手中握着木剑，深邃冰冷的眼底升起寒意，似乎只要马车里的男人应下自己是叶君爵，他会一剑刀了他。正是本王。云岩云夜兄弟俩和叶君爵之间只隔着一道竹帘子，从外边看不清里面，从里面却能清晰地看到外头。深邃的眼眸微微地扫过，叶君爵的视线停留在马车前兄弟2人的身上，这心底里生出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这像极了当日在临风城客栈见到的小粉团子。莫名的，他想知道那一人眼中藏着诡诈，一人眼中藏着阴寒恨意的兄弟姓甚名谁。本王既然告诉了你们名字，礼尚往来，你们也需将名字告知本王才是。短暂的沉默，还是马车中的王爷先开了口。与你无关。云夜一步上前，手中木剑直指马车，深邃的眼眸中寒意赤裸裸地迸发着。江叔叔说的王爷，必定是娘亲口中憎恨的那个名字，也是害得娘亲落入18楼狱的罪魁祸首。伤害他娘亲的人，必须灭了他。但是在云夜执剑，甚至要刀了叶君爵的那一瞬间，只听咔嚓一声，一道惊天的天雷从天而降，吓得众人一个机灵。云层中雷声如恶龙咆哮翻涌着，云岩抬起头，深邃温润的眼底有着几许猜不透的笑意，不知是在嘲笑苍天的不公，还是笑着什么呢？我们只是无名小辈而已，不劳烦夜王挂念名字。后会有期，想要为娘亲讨回公道，现在不是最佳时机。娘亲所受的委屈，当儿子的必定会一一讨要回来。哥，我们走，回去晚了娘亲会担心的。看了一眼马车里的人，云岩转身离去。再次相见，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稚嫩的狠话落下，云夜跟在云岩身后不甘心地走了，消失在人群里。话说这俩孩子是谁家小祖宗啊？还是说天上下凡的小神仙？敢对夜王拔剑，还敢这么说话，威胁他？就算是圣上也不敢轻而易举做出这些事儿吧？不仅仅是百姓们不解，就连回过神的夜王府侍卫也是一脸的懵逼呀。咱们家王爷被俩小崽子给羞辱、威胁、骂了，还是啥？反之，王爷不仅没有当众宰了这俩小王八犊子祭天，更是少有的耐心询问人家叫什么名字。不过该说不说呀，真他娘的像啊，简直一毛一样啊！这两小王八犊子简直就是王爷的拓印缩小版，任谁看上一眼都会觉得他们是一家子。杀了！被兄弟俩拒绝告知名字的叶君爵心生一丝烦闷，这说话的声音也阴郁了一分。贺东领命，提着刀上前，手起刀落。那恶人先告状的云家侍卫人头落了地了，这鲜血不的到处都是。云南月从药铺出来的时候，马车里一切正常。你们几个，看似一切平常，才是最不平常。尤其是看到女儿嘴角边挂着的糖芝麻渣，某女人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下不为例。听南岳的，下不为例。陆家，叶北国首富，在七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像那电视剧里演的，越是富商豪绅，这家族内斗更是嘁里咔嚓。这陆家二爷的演技真心不错啊，看得我都跟着伤感起来了。这要是放在21世纪，奥斯卡金棕榈妥妥的呀！哎呀，
大胆，竟敢在大公子的葬礼上笑！来人，将这无知的妇人拉下去，乱棍打死！不可以打我娘亲亲！小星星张开小手护在云南月的身前，扬起肥嘟嘟的小脸蛋儿，一脸蔫凶蔫凶的样子。你才是无知夫人呢！我娘亲亲可是能文能武、能打流氓的奇女子。还有，二爹爹啊，你明明还活着，他们为什么说你死了呀？二爹爹？谁二爹爹啊？灵堂中，人们顺着小粉团子的视线看过去，去看他口中所谓的二爹爹。可是看到人群中穿着白衣的公子，众人表情是足足愣了10个喘息的功夫。陆泽谦，他不是死了吗？他不是应该躺在棺材里吗？一瞬间，前来吊唁的宾客回过神，哗！灵堂是炸了锅。没完呀！救命啊！有鬼啊！诈尸了！此时此刻，云南月只能用“鸡飞狗跳”4个字形容眼前的画面。陆泽谦，他不是应该死在临风城外吗？他怎么活着回来了？二叔，一定想不到我会活着回来吧？你在说什么胡话？你能回来，二叔高兴还来不及呢。哼，你个坏蛋，你是大坏蛋！云星辰小手指着陆家二爷，奶声奶气管他叫大坏蛋。你趁着二爹爹行伤，在他身边安插了坏蛋，让坏蛋给二爹爹下毒。要不是我娘亲亲神医盖世，二爹爹早就化作白骨了。二叔那么心疼你，怎么会害你呀？定是这中间生了误会。都怪那群下人误报了你的事情，害得二叔还以为你遭了难呢。哼，许是生了误会吧，还要多谢二叔心中挂念，泽谦心中甚是感动。陆方远高不高兴，陆泽谦感不感动，咱们不知道。可是云南月却笃定一件事儿：陆泽谦没有继续揭穿陆方远做的好事儿，不是因为他心善，而是要让这陆方远下场更加的悲惨。大哥哥，明明是他下毒谋害二爹爹，二爹爹为什么还要感动呢？小星星不是很懂大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嘟着小嘴儿，小脸很苦。陆叔打算请君入瓮，在瓮中捉鳖。鳖我知道，就是小王八。云星辰一脸恍然大悟。陆泽谦为云南月母子4人安排的住处叫听雨楼，独门独栋。哎呀，这陆家不愧是首富之家，瞧瞧这高床软枕，这玲珑碎玉，瞧瞧这奢华到了极致的一切。有钱好，真他娘的好！你们3个就在院子里玩，别乱跑。娘亲去煎药。既然决定帮着陆泽谦去除毒素，停留在都城10日，那自然是要延期的。要不是看在陆泽谦对3个孩子细心照顾的份上，云南月是不会留下来的。娘亲之所以一直推脱来叶北国都城，必然和叶君爵有干系，想来是不愿意让叶君爵发现我们的存在，因而做出伤害我们兄妹3人的事情来。云言分析着因由，分析着一个母亲的良苦用心。所以我们既要帮娘亲报了仇，又不能让娘亲知晓咱们的计划，心生担忧。与叶君爵的一个照面，让林言明白了，那个强大到让人恐惧的男人绝非善类。咱们的计划就叫《关于如何瞒过娘亲亲，走向报复渣爹爹的正义之路》第1版。哎，你们几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刚刚煎好了药，从厨房出来的云南月一眼就看到3小只，小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我们在说娘亲亲超级漂亮，我们怎么会有一个既温柔又贤惠，还总会给我买糖糖吃的娘亲亲呀？哎，打住！温柔贤惠我承认，后一个反对。我去买药的时候，吃了几根糖葫芦？没有，人家才没有吃芝麻豆沙馅的糖葫芦呢，没有的。叶北国叶王府，叶君爵放下密函，单手扶额，一阵剧痛袭来，疼得他青青直蹦。贺东见状，急忙上前，从瓷瓶中拿出10几颗黑色的药丸来。王爷，您的毒又发作了吗？我直接吞下让人苦涩到头皮发麻的药。叶君爵挥了挥手，示意贺东退下。卑职告退。退出房间的贺东关上书房的门，下一秒又推开。王爷，南来小孩卑职查到了些线索，和陆泽谦有关。赶紧干了这碗药，
我还要回去给仔仔们做饭呢。一回到陆家，陆泽谦就埋头处理陆家繁重的工作，看到账目上的假账，向来温柔的眼底生出了一抹寒意。劳烦南岳亲自送药。不劳烦，陆大公子花了大价钱请我治病，身为医师，我定是要尽职尽责才是。今月夜里都城有花卉，不知南岳可否赏脸，带着3个宝贝与在家游湖赏月，一切消费由我负责。游湖的事情晚上再议。哦，记住了，这一阶段除了我给的药和食物之外，外人所给的一切都不准沾一滴，懂了吗？我会牢牢记下，辛苦南岳了。不辛苦不辛苦啊，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嘛。嘿呵，面纱之下，这云南月脸上那贪财的表情啊，哎呦，那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夜，陆泽谦来到听雨楼，一听要去逛花卉，云星辰拍着小肥手，高兴得不得了。哎，先说好，不准乱跑，尤其是你，小胖子。娘亲亲，人家是无敌的小可爱，才不是小胖子呢。今夜是都城每个月一次的花卉。云星辰拉着云南月来到了放花灯的地方，母女俩拿着笔，分别在花灯上写下字，将这灯放飞。许愿神明保佑娘亲亲、大哥哥、二哥哥和二爹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保佑我有吃不完的糖果，保佑渣爹爹明天出门被仙人掌砸到。小家伙用最恶毒的言语诅咒某个渣男倒霉。相比云星辰，云南月的愿望就简单多了。一愿儿女身体健康，开心快乐；二愿钱多钱多钱多多；三愿神明保佑，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叶君爵。2个花灯升到半空，可一阵不适的风吹过来，风吹灭了花灯里的明火，从半空中掉下来，正巧挂在河岸西凤楼3楼阳台的栏杆上。谁的花灯落在这儿了？哎，王爷，怎么还有你的名字呢？手欠嗖嗖的贺东将写着叶君爵3个字的花灯提起来，从第1个字开始念。1愿儿女身体康健开心快乐，2愿钱多暴富暴富钱多，3愿神明保佑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叶。贺东急忙刹车，略过君爵2个字。王爷，有人骂你。此时坐在长椅上的男人起身走到窗前，深邃的眼眸像是黑暗中寻觅着猎物的雄鹰，直到稳稳地捕捉到人群中那道熟悉的身影，一抹笑勾在唇边。云南月，本王找到你了。放完了灯，河岸边正要上岸的云南月停下了步子，他不自觉回头去看。娘亲亲，你在看什么呀？牵着云南月小手的小星星也跟着回头，可除了人还是人。娘亲在看谁呢？啊，没什么，快上船吧。总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不放，那种感觉就像蛰伏了许久的野狼，随时随地都能将他生吞活剥一样。也许是多心了，5年没有出现在都城，又戴着面纱的他，有谁会记得呢？自嘲地笑着，云南月牵着女儿的手登上了游船。哎，小心点，莫要落了水。嘿嘿，娘亲亲放心，我也就不是3、4岁的小孩子了。小家伙双手叉腰，佯装着成熟的小表情，那是逗得云南月这颗老母亲的心呐，那是泛滥呐。就在这时，对面一艘大船驶过来，开船的人也不顾船上有没有别人，砰的一声，两艘船就撞在一起。这一撞，直接将站在船头看烟花的云星辰震出好几米，撞在木板上，流了血了。好痛！星辰，小星星，妹妹。云南月、陆泽谦、云岩、云叶4人齐齐上前，先到一步的云南月抱着女儿，心疼地检查女儿额头的伤。泽谦哥哥，真的是你吗？泽谦哥哥！一道浅浅的身影出现在对面的大船上，在看到陆泽谦的那一瞬，绿衣少女高兴的简直要哭出来。泽谦哥哥，我听他们说你出事儿了，还以为你死了呢。看到你活着，真是太好了。来到陆泽谦身边的少女红着眼，一边流泪一边笑，一边说着心中的担忧。可是陆泽谦的目光全都在受伤的云星辰的身上，完全无视耳畔喋喋不休的少女。小星星，二爹爹去找医师。关心则乱呐。看到小星星额头上流着血，陆泽谦心疼得很。二爹爹别担心，我娘亲亲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师呀。泽谦哥哥，你看看我是宁心呢，你的宁心妹妹。我本想着要去陆家找泽谦哥哥的，却被一些事情耽搁了。
万幸在这儿看到了泽谦哥哥。上官宁心一口一个泽谦哥哥叫着，可是他的泽谦哥哥呢？那是看都不看他，只顾着那个让人讨厌的野孩子，这让他心中烦躁了起来。泽谦哥哥，是不是因为这个野女人使用了狐媚之术迷惑了你的心神，你才没看到我的？纷纷看向陆家大船，这怎么回事？怎么了？谁在嚷嚷啊？怎么回事啊？那白衣长衫的俊美公子，不是死而复生的陆家大公子陆泽谦吗？哎，那蒙面纱的白衣女子是谁啊？哎，等等，都说陆家大公子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蒙面女子，女子带着3个小娃娃，而女娃娃则一口一个二爹爹叫着陆公子。陆泽谦宁肯喜欢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也不愿意呀，瞧上官宁心一眼。再三确认云星辰无恙，陆泽谦这才起身。你太过分了！泽谦哥哥，你竟然为了一个野狐狸精吼我！都怪你！要不是你使用妖术迷惑了泽谦哥哥，泽谦哥哥也不会对我这般态度。云言，带着弟弟妹妹进船舱。知道了，娘亲。深邃的眼眸看了一眼一而再再而三作死的绿衣少女，大宝云言一手牵着妹妹，一手拽着蠢蠢欲动要去动手的云叶衣服领子。兄妹3人进了船舱了。就在舱门关上的那一刻，一道白色的身影几乎是一瞬间出现在上官宁心的面前。还不等上官宁心骂什么呢，云南月啪一巴掌落下来，呼呦一声清脆的巴掌声清清楚楚回荡在众人的耳畔。但是这个巴掌只是开始哦，反手啪啪啪啪，一巴掌一巴掌落下去。云南月来来回回结结实实打了上官宁心10几个嘴巴子，然后咣一脚把他踹到船下了。砰一声，绿衣少女落入了水里。你最好祈祷我闺女平安无事，说她有任何不适，我会让你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回荡在夜色中。贱女人，你敢打我？你信不信我弄死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挫骨扬灰，永不翻身啊！被下人救下来的上官宁心噌的一声拔出侍卫间的大刀，呀，冲着云南月就冲了过去。他完全忘记了刚才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的事儿。在长刀即将扎入云南月心脏之际，陆泽谦一步上前，将云南月护在身后。上官小姐自重，南月是我陆家的上宾，并非你口中的污秽之物。泽谦哥哥，你让开！今天我必须杀了这个野狐狸精贱女人！上官小姐若是听不清楚，本公子再重复一遍，南月是我陆家上宾，谁也动不得一分。若有违之，我陆家将以举足之力将其从世间抹杀。我不管，我就是杀了他！再次提刀上前，他不管了，为了他的颜面，今天必须要宰了这个贱女人。又是一巴掌，上官宁心直接被打愣了。这回云南月没有把他踹下去，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单手掐住上官宁心的脖子，把他举到了半空中。陆泽谦，我若是杀了你的宁心妹妹，那可会心疼？南月做什么都无妨，一切有我。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杀了你上官宁心也无所谓，有他陆泽谦在，就算是造反他也陪着。泽谦一声水花四溅，失去意识的上官宁心又落入了水里。3日后被50万两送到陆府赔罪，过时不候。没有人在意过时不候是什么意思，他们只听到白衣女子要上官家赔偿，不是5000两哦，也不是5万两哦，而是50万两哦。你们欺人太甚，真当我上官家怕了你们不成？谋杀大小姐又敲诈勒索，我要去告官。何事这般吵闹，敢惊扰了王爷尊驾？哈哈，一艘皇家大船缓缓地行驶过来，贺东腰挎着大刀，拧着眉怒瞪着2艘船上所有的人。当人们看到皇家大船的标志，无论是船上的还是岸上的，一个个是面露恐色，纷纷跪。怎么会是夜王啊？这活阎王上这儿干什么来？王爷，还请王爷给草民做主，他们陆家欺人太甚，伤了我们家大小姐不说，还要敲诈上官家，请王爷明鉴呐！上官家这嬷嬷跪在地上哭天喊地，求着叶君爵主持公道，给他们家小姐报仇，回王爷，是上官姑娘动手伤人在先，陆某出于自保，不得为之。陆泽谦有意无意的挡在云南月的面前，
辩驳着上官家所说的伪证。哦，先不说这个叶王为啥这会儿出现在这儿，单说叶王一旦管了这件事儿，那这下场只有3种：要么上官家遭殃，要么陆家遭殃，要么上官家和陆家一起遭殃。将人带上船。一道低沉的声音传过来，月光和灯光交错中，身着玄色长衫的叶君爵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叶北国驰名偏执疯批的王爷，暴虐成性，嗜血阴冷。你别看他长得比神明还要俊美，可是他那手段，咦，比那妖魔鬼怪还要冷酷无情。王爷有令，你抬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人都上船来。3个你，一个上官家告状的嬷嬷，一个陆泽谦，另一个是被他护在身后的云南月。半死不活的，那指的是昏迷中的上官凝心呐。王爷明鉴，我家小姐心地善良，本要关心大公子的安危，可谁知那野狐狸精心神极妒，欲要杀了我家大小姐。哎呦，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几个字用在这嬷嬷身上，那真是太合适了。所有人都看得见呐，是那上官凝心先动的手。哦，你现在倒打一耙，颠倒是非是吧？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回叶王，此事与他人无关，是上官小姐与在下之间的恩怨。陆泽谦没有提及云南月的名字，他仍将她护在身后，阻挡着某人的视线。你呢？有什么话想说？低垂的眼眸微抬，叶君爵看向蒙着面纱的云南月。一句问话在别人看来是问和上官凝心之间的争执，可其实不然。没有他的准许，私自离开18楼狱，说他死了8年，骨灰被扬了，现在更是和旁的男人厮混在一起，辱骂他是狗逼。云南月，本王倒要听听你如何解释。缓缓地出了一口浊气，云南月调整好了心态，他千算万算，千防万防，可事实真的是应了世道无常，大肠包小肠这句话呀。他是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环境下遇见他叶君爵，真他娘的造孽。回王爷，你叫本王什么？清冷的月色中，船舱2楼弥漫而来的声音微微的上扬，深邃冰冷的眼眸注视着云南月的一举一动，更是在看到那双凤眸中一闪而过的慌乱时，一抹似有似无的弧度勾勒在唇边。你的声音很合本王胃口，告诉本王你的名字。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他竟然察觉出叶君爵话语中潜藏的笑意。难道说这狗东西认出自己了？不能啊，5年未见，他又戴着面纱，那别说叶君爵了，就算是原主渣爹云年昌那个老畜生，面对面看着他1个时辰，那也认不出来。回王爷的话，名副叫南岳。曾闻北岳思南岳，可亦如人各一方。是个不错的名字。坐在2楼的叶君爵也没拆穿他，淡淡的吟了一首诗，唇角边勾勒出的弧度更深了。听口音，你并非叶北国人。是，名副是临南国的医师，此次来叶北国便是为大公子瞧病，谁知却被上官姑娘误会了什么。云南月不想和叶君爵继续自己户口本的事儿，只想尽快了结此事，岔开话题。王爷明鉴，是上官凝心伤了明父的女儿在先，明父这才迫不得已还手，而且在场许多人亲眼瞧见了。我呸！你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这个狐狸精伤了我家大小姐，这怎么就变成你是受害者了？再瞧瞧你这骚狐狸样，带着3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呸，并不是好东西。上官家的嬷嬷怒指着云南月，污言秽语骂了一通，全然没有察觉到越来越森冷的寒意笼罩了过来。来人！王爷，卑职在。上官一族教女无方，伤害无辜，拖出去斩了。王爷，斩几个呀？贺东当然知道王爷的性子了，所以还是问明白的比较好，要不然不知道哪一点惹得王爷不高兴，啪啪啪就是几十军棍，那滋味绝了。是斩那个聒噪的嬷嬷呀，还是算上这上官家的大小姐呢？但只是小小的片刻，不等叶君爵开口，贺东心领神会了。卑职明白。贺东起身，大手一挥，示意叶王府的侍卫将上官家大船上所有的人抓起来，全部看守示众。我有一时间的求饶声、哭喊声是连天响啊，听得人毛骨悚然啊！不要杀！我不想死！我不想！
森白的月色下，血红的河面漂浮着一具具的尸体，疯批就是疯批呀，是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衡量的。南岳，磁性的声音又一次传过来，男人薄唇轻念着南岳二字。本王与你清白，礼尚往来，你要如何报答本王啊？话说，云南岳有些猜不透，叶君爵怎么会说出这番话？这哪有人主动开口求报恩的呀？这不合理呀！云南岳想了想说辞，但是开口的那一瞬，叶君爵不想听了。回王爷，罢了，本王罚了，这份恩情先欠着，以后本王自会讨要。我们家王爷罚了，大公子、南岳夫人，请下船。贺东直接下了逐客令，将二人驱赶回自己的船上，然后命令船工开船。皇家豪华巨轮又驶向远方。陆家大船上，云南岳盯着叶君爵肖像，心底的不安呐，更重。这个王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南岳，你与叶王认识吗？啊，怎么会呢？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而已，怎么会认识高高在上的叶王呢？上官宁心的事情因我而起，明日我便搬离陆家。南岳安心住在听雪楼便是，万事有我在。既然云南岳不想说，陆泽谦也不能追问，但是不管是谁都伤不得他半分。上官家如此，那个男人也是这样。陆家大船的船舱里，叶王，叶君爵，渣爹爹大坏蛋！肉嘟嘟的小手握着拳，吼吼！小星星奶凶，龇着奶牙。哥哥，我好生气，他就在眼前，可是不出个所以然嘞。云言明白妹妹生气的原因，她也想让害了娘亲的人渣受到惩罚，但是娘亲不想让那个人知道他们的存在。送走了陆泽谦，云南岳抱着睡着了的女儿回到房间里。也许是因为身上沾染了血腥味，云南岳决定去听雪楼配置的浴房洗澡。这时一道玄色的身影悄无声息进入到院落里。闷热的雨季夜晚有些燥热，窗户半开着，月色透过窗子照在床上熟睡的小身影上。也许是在梦中梦到了好吃的，冰星辰甜甜的笑着，小嘴吧唧吧唧流着口水，还说着梦话呢。糖葫芦，糖果，糖人儿，好甜呀！哎呦，梦里的小星星啊，那是一把一把的抱着糖葫芦啊，笑得合不拢嘴。梦外呢，闯入房间的男人看着他，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哼，原来当日在凌风城客栈遇见的那个捡风筝的小娃娃是他的女儿，怪不得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想来这一定是父女之间才有的血脉相连之情吧。哎，你猜对了，此时非法闯入民宅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叶王叶君爵。哇，好大的糖果！哎呦，看着那张肉嘟嘟的小脸儿，浮现出贪吃的小表情儿，一向漠不关心人世间的男人露出了老父亲一般的慈爱呀。哎呦，怎么办呢？那女儿可爱到了噻。也许是父女间心意相通，又或者是让尿憋醒。你是谁？扬起肉嘟嘟的小脸儿，林星辰和叶君爵彼此对视，奶声奶气地问：哦，本王看女儿一时入神，叶君爵这才发现宝贝闺女醒了，盯着他呢。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帮我捡风筝的本王叔叔。林星辰记得清楚，当日在客栈，这个叔叔接住了他，要不然他就摔大屁墩了。本王叔叔，你怎么偷偷来我娘亲的房间呀？林星辰又问了一句让叶君爵社死的问题，那他总不能说夜里辗转反侧出来散心吧，然后走着呀，就走到了陆府听雪楼，诸如此类蹩脚的理由。还有，这应该叫他爹啊，不是叔叔。本王有难言之隐，你放心，本王不会伤害你。难言之隐？难道说……随即小家伙蹦下床，光着小脚丫嘟嘟嘟跑到衣架，从他的小包包里拿出了一张10两的银票来，折回到床边时拉了拉叶君爵的衣袖，把这银票塞到他手里。我娘亲听说过一文钱憋倒英雄好汉，本王叔叔那么温柔的人，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才做小偷的。那这些钱本王叔叔拿着，答应我
以后可千万不要偷东西了，好不好呀？望着女儿善良的大眼睛，望着她送来的银票，听着女儿温暖的关切，叶君觉真想现在就把女儿偷回王府。小星星，你在和谁说话呢？浴房里正在洗澡的云南月听到女儿的声音，她开口问：没有，我起来嘘嘘，娘亲亲听错了。百王叔叔，你要不快走吧，我娘亲亲要是知道你来偷东西，一定会把你的屁股打开花的。本王叔叔。叶君觉方才就想问他，为何一直叫他本王叔叔？难道说是他一直以本王自称，所以女儿误会他的名字叫本王吗？本王可否与你娘亲一样叫你小星星？叶君觉等待着云星辰的回答，也期待着女儿的回应，更是在看到小粉团点头的时候，一抹认真且真心的笑容由眼底蔓延到了嘴角。哎呀，本王叔叔快走吧，我娘亲亲看到你的话，真的会生气的。感受到女儿眼底为她担忧的小神情，叶君觉点着头，大手轻轻地拍在她头上，磁性的声音柔和地诉说着一个父亲的不舍。今日来的匆忙，等到下次见面，父王一定给你买好多的糖果。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洗完澡的云南月走进卧房时，先一步夺窗而出的叶君觉站在房外，只不过某王爷没走。黑夜中深邃的眼眸透过半开的窗户，眸中倒映着云南月和小星星母女二人。叶君觉剑眉微微挑起，此时此刻的他感觉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情占据着内心。翌日，听雪楼，你们三个乖乖听话，哪里也不准去。娘亲亲，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一串糖葫芦吧，好不好嘛？云星辰抱着云南月不松手，一边撒娇一边央求着要吃糖葫芦。好吃，吃大块的。肉嘟嘟的小脸儿扬起甜甜的笑，向着云南月挥手说拜拜。娘亲亲路上小心。娘亲放心，儿子会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们的。云南月要找一株草药，这种草药呢，寻常的药铺是没有的，陆家也没有，必须要用最新鲜的植株入药，也是解开陆泽谦余毒的关键的一味药。而且这株药生长在寺庙的边上，记忆中原主有一次到城外的青云寺上香祈福，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花花草草，这正是他需要的。不许给人添麻烦，知道吗？南月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人伤了三宝二蛋。当娘的怎么会不清楚自家崽子什么秉性啊？那人前一个个乖宝宝卖萌求抱抱，可这三小只算计起人来，那是一点不含糊呀。不说了，我出发了，趁着天黑前赶回来。云南月骑着白马从陆家出发，向着青云寺跑去。离去的他并没有注意，在他离开陆家的时候，身后的一辆马车同样启动，好像也是去那个方向。一辆马车缓缓行驶着，驾车的贺东三五不时地回过头，这想问什么吧，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终于他憋不住了，问出了心中的不解。王爷，陆大公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的3个孩子的双生子，为何与王爷长得如此相像？说是王爷您的儿子被智斗信，真是太像了，他越琢磨越像，一毛一样。但问题是，陆泽谦从边境凌风城带回来的女人，他的孩子和王爷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啊？而且瞧着那仨孩子5岁的模样，那总不能说那蒙面女人就是5年前被送入18楼狱的云南月吧？而且那3个孩子也正是王爷和云南月疯狂了一整晚的成果。等等，假设叫南月的面纱女人当真是5年前的云南月，5年后逃离18楼狱，带着王爷的3个血脉回来复仇，这倒吸了一口凉气，贺东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王爷，他要干你！马车里低垂着眼眸看书的男人没有理会他的聒噪，看着看着，这书上的字迹渐渐模糊，眼前浮现出小星星一举一动可爱的模样。叶君觉不自觉的唇角上扬。王爷，您这是咋了？他竟然看到王爷笑了，那笑容，哎呦，像老父亲一样的慈祥啊！王爷这是冲撞什么了吗？说话间，这马车停在了青云寺的山门外。叶君觉走下马车，阻止贺东的跟随，一个人踏入了青云寺。为点啥呢？留在马车上的贺东是愁眉苦脸呐，
他敢用脑袋担保，云南月回到都城的目的就是报复王爷。哼！但是这王爷好像压根就不在乎自己会不会遇刺了，反倒像是一个奔赴幽会、情窦初开的少年，心情大好。哦，想不明白，他这颗饱读诗书、绝顶聪明的脑瓜蛋子一点都想不明白。青云寺是一座建在都城郊外青云山上的寺庙，依山得名。大雄宝殿，佛像庄严，木鱼声是声声回荡。采药前，云南月站在佛像前，心诚地为自家3个孩子祈福平安。来来啊，茵茵啊，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2位大佬能保佑我3个崽崽平安、健康、快乐、长寿，顺便保佑他们少作妖。双手合十，闭着眼睛的云南月并没有察觉到门外那道玄色的身影，他似乎想起自己还有事要求，又接着补充：来来，茵茵啊，我刚忘说了，等治好了陆泽谦以后，我们母子4人就离开都城，求2位大佬发发慈悲，别再让我遇到狗逼叶君爵了，这货真他妈麻烦封闭，当年我就摸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扔18楼狱去了，我靠，你说你不爽你摸回来就是了。大雄宝殿内，云南月吐槽着关于叶君爵的种种，一口一个疯批的叫着。隔着一道门的门外，叶君爵半倚在门边，将那些芬芳的字眼一个不落听到了耳朵里。被一字一句骂了个遍体鳞伤的叶君爵也没有走进去和这个女人对峙，也没有问问什么叫狗逼，偏执疯批王爷说的又是谁，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等着某人自投罗网，等着云南月见到他时脸上既慌乱又震惊的样子。可是守株待兔的叶君爵没有等来云南月，他等来了一个光头老和尚。叶王殿下，您怎么在这儿啊？老和尚就是青云寺的住持，和叶君爵有过几面之缘。看到依在门边脸色不善的叶君爵，那锃光瓦亮的老和尚满心的不解呀。耶，叶王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二来，叶王眼底能拧出水的阴沉，原因何为呀？难道说人世间已经没有叶王的对手？他是要来找菩萨干架吗？阿弥陀佛，不可不可呀！山里风寒，不远处就是老衲的住处。叶王若是不嫌弃，本王在等爱妃上香。低沉磁性的声音像是一把刀，若不是老和尚修为高定性足，恐怕早就让他这一刀扎得跪在地上了。王爷是和王妃一起进香来了吗？哦，老和尚明白了，原来一口一个芬芳骂着叶君爵的面纱女子就是叶王妃呀。他就说嘛，这世间哪有人敢这么骂叶君爵呀？这原来是自己人，是他王妃呀。可王妃早就从侧门走了，没有告知王爷吗？指着大雄宝殿的侧门，老和尚告诉叶君爵，云南月背着竹篓上侧山采药去了。玄色身影闪过，老和尚只觉得自己的袈裟都被掀了起来。看着那道渐渐消失在视线里的玄色身影，老住持无奈地叹了口气。一个偏执疯批可欺，一个口吐芬芳可负，二人天生绝配呀！杀！别和这女人废话连篇，给大小姐报仇，提着她的人头去领赏。见自家老大被云南月的巴掌扇得不知东南西北，其余的杀手一拥而上。可是奇怪的是，还没等他们走上2、3步，身体不由得一软，几个人齐齐倒在地上，只能像一只蚯蚓拱来拱去。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能动了？唉，一声叹息，云南月拍了拍手，众人这才发现，随着他拍手的动作，竟有那金色的粉末随风飘荡。去见阎王爷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们你们是杀手，丢不起这个人。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云南月牌毒药，不需冷藏，不添加防腐剂，真乃居家旅行杀人必备之良药，客户零差评哦，亲。一句广告词念完，7名杀手死了，妥妥的零差评。哼，有眼无珠，还想杀我这么好的一个绝世小妙人，哪个男人得到我宝贝还来不及呢？哼！解决完不算麻烦的小麻烦，云南月继续采药，暗处将一切尽收眼底的叶君爵看着那来来回回转悠的身影，蹙着的眉头更是凝紧。云南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叶君爵盯着云南月的背影看了很久，看着他从南面
走向北面，又从北面走回南面，再从南面走到北面，这么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走了8、9次，一脸苦恼，深邃的眼眸间生出了一抹疑问：这女人不认识路吗？为何会在原地转圈？哎，叶君爵想的没有错，这云南月呀，她就是在原地打转。你们还记得不？就之前赶车的时候咱说过的，这个女人她是个路瞎呀。而生长在东南方向的一棵紫色类似龙鳞形状的小花，正透过阳光树叶孤独的风中摇摆。若是某女人回头走上100米，就能看到她要找的目标了。可是说来也奇怪呀，作为路痴的云南月竟然独自一个人骑马找到了青云寺。想来是因为循着脑海中远处残留的记忆，那就像21世纪3D 的导航图，再加上路上景色未曾改变，这才在万事俱备下平安到了青云寺。但是寺庙的僧人是经常修理花草的，这环境变化的快呀，这下他脑子里的导图死机了。哎，怎么就没有呢？另一边，以娘亲路痴的程度啊，怕是没有3个时辰回不来。叶王府在北城，我们坐马车抵达北城需要大半个时辰的时间，一来一回足够了。为了给娘亲报仇，我们上！站住！守门的侍卫拦住3小只。叶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我们要找叶王。叉着腰，云星辰气鼓鼓的表情瞪着守门的侍卫。劳烦侍卫叔叔通报一下，我们找叶王有重要的事情商议。比起奶凶奶凶的云星辰和一脸我要干死你和整个叶王府的云烨，云岩的态度比较和善。守门侍卫看了看3小只，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怎么觉得自己见到了缩小版的王爷呢？你们3个等一会儿。守门的侍卫让3个人等等。不久之后，正主没有出现，反倒一个又一个叶王府的侍卫来到了大门前。像那天我就觉得眼熟，你说他们是王爷的种我都信。周岩一手环胸，一手摸着下巴，还是那句话，那真像，一毛一样。小娃娃，告诉叔叔，你们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来找王爷？哼，不告诉你们。你们来找王爷又不告诉我们目的，那我们如何去禀告王爷呢？哼，就不告诉你们。周岩终于忍不住了，被云星辰的举动给萌得破防笑出声来。哎呦，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孩？好想捏捏他的小脸蛋儿。不许笑，不许笑，我生气了。他是来打架的，可是这些大坏蛋竟然嘲笑他，可恶！我可是很凶很凶的啊！不行了，我被可爱到了，买糖买糖，快去买糖买糕点。周岩上前就想捏他的脸，就在他伸出狗爪子即将捏到小星星脸蛋时，蓝色的身影纵身一跃，轰！手中木剑稳稳击中他的手腕。滚！一声稚嫩的厉喝，挡在云星辰面前的云烨半眯着深邃冰冷的眸子，眸中的光芒如寒霜，让人心底一凉。这眼神简直和王爷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小家伙，别说叔叔欺负你啊，你能抵得过我3招，你要什么叔给你买什么。哼！吼！一抹比眼神还要冷漠的笑浮现在嘴角。只见这云烨先发制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周岩。小可爱，你哥哥很猖狂啊。哼，我二哥哥超级厉害的，我要吃那个惨妹妹的糖果。花开2朵，各表一枝。还在山间转悠的云南月完全不知道自家仨熊孩子现在正在叶王府闹事儿呢，而且还受到了怎样非一般的待遇。跟在云南月身后的叶君爵那自然是更不知道自家王府已经让仨娃娃占领了。果然是迷路了。剑眉微挑，叶君爵笃定自己的想法，倒也不是说比，只是这种地方都能迷路，也是个中翘楚了。此即此，他似乎想通了一件事儿。从18楼狱离开的云南月迟迟没有出现在叶北都城，也许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他自身方向感极差，没找对路。后来遇见了陆泽谦，这才顺利到了这儿。哎呀，可他妈找到你了！老娘找你这个逼玩意儿都找了1上午了，干！一声优美的芬芳回荡在青葱的山林间，夜莺啼叫的声音也不及他1/1000呀。听着那又空灵又柔又媚又污糟糟的话，哎呦，1上午的时间，叶君爵早已不记得自己皱了多少次眉了。哎呀，万幸找到了就好。将龙鳞鸢尾花放在小竹篓，云南月转身就走，
一边走一边还哼着小调。看着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叶君爵第 N+1次皱眉。哎呀，要是他没看错，这女人走的不是出路啊，她往着山林的更深处走了。完他妈犊子，又走错地儿了！嗷一声哀嚎，云南月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仰天长啸。老天爷啊，你玩我！想我肤白貌美大长腿，文能提笔控江山，武能马上定乾坤，剑可欺身压正太，腿可提臀硬重击。你偏偏给我加了个路痴的人设，我尴尬呀！我靠，让别人知道了一定不会觉得我是个路痴，一定会认为我是个脑子有毛病的白痴。云南月吐槽着自己，暗中观察着叶君爵，点头赞同。一声惊雷响起呀，万里无云的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密布，看了天色，不久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片刻之后狂风开始呼啸，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倾盆大雨哗的一声从天而降。万幸，在湖泊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洞穴，洞穴中还放着干柴和食物，应该是猎人进山打猎临时休息的地方。哼，老娘虽然路痴，但老娘幸运值满满。用火石点燃木柴，云南月起身，脱下湿淋淋的外衣搭在杆子上烤火。就在他解开内衣带子，准备一起脱下来烤干时，洞穴中出现了一道身影，正好与宽衣解带的他四目相对。哇哦！深邃的眼眸映着那具如羊脂玉般白皙的躯体，目光定格在云南月脱下但未全脱的云南月周身杀气大开，还没看清对方是人是鬼，也甭管他是神是魔，极具攻击性的一掌拍出去，直击叶君爵的面门。也许是5年前的前车之鉴，叶君爵本能的错闪避开云南月这一记绝杀。可是紧随其后的又是第2、第3招袭过来，每一次都直奔着他的命门，要将他杀之而后快。骨节分明的双手钳住了云南月的手腕，高高举过头顶，高大修长的身影更是将云南月牢牢地笼罩在身下。南岳夫人可知刺杀本王的下场？背部抵在冰冷的洞穴岩壁上，正要一记断子绝孙腿奉上的时候，突然间耳边响起那该死又熟悉的声音：叶君王爷。眼底满是疑惑，亦藏着忽然涌上的慌乱。叶君爵怎么在这儿？他不是在叶王府过着奢靡的生活，出现在这鸟不拉屎的丛林，他干什么？谁能给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呀？满脑子的问号，云南月就这么抬着头看着他，想要找出问题的答案。本王与你不仅无冤无仇，反而有恩在身，可南岳夫人却要将本王置之死地，该当何罪啊？一字一句，字字清楚，回荡在云南月的耳畔，从叶君爵的口中吐出的温热也拍打在他脸上。尤其是4个“该当何罪”这4个字，哎呀，竟夹着意味不明的暧昧。我并未看清是叶王殿下，我以为是哪里闯进来的狗熊。王爷能不能放开手啊？云南月这才发现他们俩现在这姿势那是相当的不正经，就像是在某个弹丸之地的爱情动作片一样，酱酿酿。放手？若本王放开手，南岳夫人又想着灭了本王的口，该如何是好啊？我刚才误将王爷当成了狗熊，才下了杀手，还请王爷放手。云南月不知道叶君爵怎么会出现，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分开，如果让他察觉到自己是谁。正当云南月思考着要怎样从他手中脱身时，钳制他的双手忽然松开，只是也不知道某王爷是有心的呀还是无意的，松手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云南月光洁的腰身。哟，那一刹那的触碰好像触动了什么开关。5年前一幕幕画面无休止的蹦出来，在云南月的面前。南岳夫人在想什么？没什么，王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看着云南月故作镇定，叶君爵则是将某女人一丝一毫的表情尽收眼底，嘴角不自觉牵出一抹弧度来。打猎。简单的2个字，磁性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洞穴里。
叶君觉脱下湿漉漉的衣裳，将它架在火堆边烤着。不过片刻，某王爷上身赤裸，下身就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裤，坐在云南月对面的石头上，深邃的目光隔着火堆，也隔着层层的衣服，看着那道模模糊糊的身影，嘴角勾勒出的弧度更深了。王爷真是好兴致啊！话中有话啊，还带着嘲讽。云南月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压制住要将叶君觉毁尸灭迹的冲动。不能生事啊，家里还有三宝在，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做出不可估量的后果来。他妈的！即便是这样安慰自己，云南月的心中还是暗骂一句：上午刚刚祈求如来观音，莫要让他遇见狗王爷。好家伙，这才多久，俩人就在这儿遇上了。哎呀，这以后出门可得看黄历，可千万不要像今天，倒了18辈子血霉。本王还不知南岳夫人家在何处啊？虽然看不见层层衣物后头女人脸上的表情，叶君觉依旧笃定，这个女人此时肯定在骂他。啊，民妇家在临南国，是个医师，相公死了8年，娃3个。王爷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叶君觉不是第一次听到云南月咒他死了8年之久，深邃的眼眸沉了一分，语调也变得低沉了许多。哦，南岳夫人的相公是如何离世的？莫名的，他就想听听自己在云南月的口中是个啥死法。打猎从山上摔下去了，又被车来来回回碾成了片片，被粪叉子插去喂猪了。当着叶君觉的面，云南月是字字句句内含着某王爷，每说一句他的心情就好一分。叶君觉当然听得出某女人逐渐开怀的语调，深邃的眼眸中积压着阴云，仿佛能拧出水来，可他依旧没有揭穿他。本王倒是有些同情南岳夫人以及南岳夫人死去8年的相公。磁性低沉的话语里，那所谓的同情没有一丝的情感。云南月冷笑着，他可不需要叶君觉的同情。死就死了，就算他还活着，我们母子4人也不想再见到他。为何？没有为何，孩子是我舍命生下来的，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是我教孩子们识文断字，是我岁岁年年守在崽子们身边。他们那个毫无人性的渣爹，不过是送了几颗种子而已。笑意更冷，字字句句回荡在洞穴内。云南月起身，穿上已经烤干的衣服，目光也看向叶君觉。哼，倘若他们的爹爹活着，想要与我争抢我的孩子，作为母亲，即便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也会保护自己的孩子无忧。洞穴外，倾盆大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穿好衣服后，云南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只留下叶君觉一个人拧着眉，看着那道身影来来回回在洞穴外一遍又一遍走过来走去，走过来走去。女人，跟紧了本王。不需要。哼，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云南月拒绝和叶君觉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那至于山洞里的事儿，哎，就当被狗咬了呗。林中甚是危险，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3个孩子考虑啊。劳烦王爷了。虽然说不想和他处在同一个画面，可是再怎么转悠下去，不知何时又会下雨。在咱们久久不见他回来，是要担心的。来之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不会再迷路，而且重复再重复来往陆家和青云寺的路线。陆泽谦这才没有亲自跟过来。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有时候叶君觉会放慢脚步，等待着身后的云南月采摘路过的草药。就这样，小半个时辰之后，2个人终于走了出去。本王送你回陆家。不劳烦王爷了，我自己开车来的。云南月再一次拒绝叶君觉的好意，转过身却发现，呀，原本应该拴在青云寺门前的马不见了，就剩下一套马绳。他的玛莎拉蒂呢？看样子南岳夫人还是要劳烦本王了。一抹浅笑勾勒在唇角。叶君觉上了马车，深邃的目光看向车外的云南月。上车。多谢王爷好意，我自己走回去。打死云南月都不会和叶君觉坐一辆马车回陆家的。可谁知下一秒，一道人影从马车上走下来，直直拽住云南月的手腕，霸道的将他抓了上去。去陆府。是王爷。驾车的贺东看似一脸正经的表情，可其实这内心早就炸开了锅了。啥情况？啥情况？啥情况啊？
难不成王爷真的看上了个寡妇？王爷和南月两个人头发凌乱，衣衫凌乱，一看就经历了比较热情似火的动作。我的天哪，孤男寡女俩人不会那个了吧？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贺东好奇的悄咪咪回头去看。哎呦，这一看不要紧的，看到云丹月正在给自己做避子药的时候，更是确凿两人发生了男女之间该发生的事儿。实锤了，真的实锤了！王爷被寡妇睡了，咱家王爷的清白没了。那马车里的云南月可没这闲工夫理会贺东的眼神，而是将竹篓里的植株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将这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他做的药也不是什么乌七八糟的避子药，那是给陆泽谦解毒的。南岳夫人似乎很关心陆家公子。坐在马车中央的叶君爵始终盯着云南月，看他一举一动小心翼翼，都是为了陆泽谦，眼底生出一丝不悦。简简单单一个就没了回应。云南月这一声字，惹得某王爷剑眉微挑，修长的大手去拿桌上茶杯时，一个不小心碰到了杯子边缘，这水呀洒得哪哪都是。当然了，从杯中流出的茶水也冲散了云南月刚刚捏好的龙鳞鸢尾花药丸。哦，本王手滑了。手滑了？你怎么不说你脑子滑了啊？狗屁！老娘刚刚做好的龙鳞鸢尾花药丸废了，真想把你的狗爪子给剁了喂狗！干！云南月调整呼吸，避免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这狗蛋儿王爷打起来。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不好，不好！终于，第2颗龙鳞鸢尾花药丸捏好了。云南月转过头，翻找着装药的小瓷瓶儿，用来保存刚刚捏好的药丸。可就这么一个回身的功夫，嘣的一声，叶君觉得手中落下一本书，稳稳地啪在药丸上。哎呀，厚厚的一本蓝色封皮的书啊，几乎将3维球形的药丸拍成了2维圆形的药渣渣。而且某王爷脸上那是半点没有歉意，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笑。方才有只蚊子飞过，本王替你打死了扰人的蚊虫，不必言谢。那还真感谢王爷的大恩大德。不用客气。叶君爵低沉磁性的声音，一字一句应答着云南月的感激之情。他十分欣赏某女人要炸毛却极力隐忍的表情。为了防止某人再搞破坏，云南月制作第3枚药丸之后，就立刻把它塞到小瓶子里。南月是怎么认识陆泽谦的？叶君爵拄着下颚，看着防贼一样防着他的女人，心底极其的不爽。就那么认识的呗。将装着药丸的小瓷瓶放在怀里，回了一句话。云南月闭上眼睛，心中默念着：别跟我说话，我烦你。当我是透明人，别跟我说话，就当我死了。可惜呀，事情总是事与愿违。驾车的贺东想自家王爷和云南月的事儿想得出神，未曾注意到前方一个凸起的石块，车轮在压过的一瞬间，整个车身颠簸在半空，又重重地落下。由于惯性、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以及量子力学的作用，原本靠在马车上闭目养神的云南月也跟着腾空而起，只是在落下之时，却不偏不倚落在叶君爵的怀里。不仅如此，由于方才下了雨，道路上一片坑坑洼洼，两旁的石头也被雨水冲到了道路上，以至于车轮每碾过一块石块，叶君爵怀中的云南月都会随之颠簸起身，温热的唇角更是隔着面纱一下又一下亲在了叶君爵的脸颊上。终于路平了，可面纱下的云南月却是小脸煞白。另一边，云叶抬起冷酷的小脸，一抹胜利的笑容浮现在眼角。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小娃娃，叔可只用了3成的功力。我只用了1成功力，所以手下败将，你输了。话说的那叫一个狂傲，那叫一个无敌呀！好像天地间的万物都被他踏在脚下，都要臣服于他。叶王府的众侍卫也跟着惊呼：我的天，一个5岁的小娃娃能和周延过上几10招，而且不落下风，此子将来造化无穷啊！王爷怎么还没回来呀？我也不知道啊，王爷一早就离开了。赶紧去派人找啊！侍卫们可不单单是让小星星蒙住了这么简单，他们也是在拖时间，让王爷赶紧回来认亲。侍卫说的话很小声，可还是让云岩听到了耳朵里。小小的剑眉一皱，深邃的眼眸浮现出一抹冷光。既然王爷不在，我们也不便叨扰了。叶君爵不在，我也不知道王爷在没在呀。作为叶王府的侍卫，
不知道王爷在不在府里。你骗小孩呢？走吧。谢谢叔叔的糖果，叔叔再见。拎着满满一兜子糖果，颠不颠追上俩哥哥，还不忘和侍卫们挥手说拜拜。大哥哥，渣爹爹不在家呀，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去叶王府呀？云星辰黝黑的大眼睛写满了疑问。这次是娘亲到郊外采药，他们才趁着午睡的借口溜达。那下次呢？放心，一定有机会的。云言安慰着妹妹，她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娘亲报仇雪恨，一定。同一时间，回京都的马车上，叶君觉低下头，深邃的眼眸看着云南月。云南月抬起头，明亮的凤眸看着叶君觉，俩人四目相对。终了，一道磁性低沉的浅笑回荡在云南月的耳边。你是在勾引本王吗？耳畔的声音将某女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随即连忙摇头否认。没有，王爷可以放120个心，我绝对没有勾引王爷的意思，哪怕一丢丢都没有。回过神啊，不，准确来说是惊吓之后的云南月一个大跳，从叶君觉的怀中跳出来，并且保证自己对他的心是干净卫生又纯粹，绝不掺杂任何下流下作、勾引等不正经的心理。我向天发誓，方才的一切都是无意为之，若心生半点对王爷不敬之心，我愿意单身50年，哦不，单身100年。云南月是赌咒发誓啊，表明自己真的只是一个不小心，并且在叶君觉得脸色越来越臭之前，背起背篓，嗖的一下从马车上跳下来。回去的路我记得，多谢王爷的恩情，后会无期啊。马车已经驶入京都了，跳下车的云南月一溜烟消失在人群里。贺东看着早就没影儿的女人，转头看了看面色不善的王爷，咽着口水开口承认错误。王爷，都是卑职的错，卑职见那匹马长得俊秀奇异下，没成想那匹马竟然撂蹶子跑了，这才害得王爷和那女人同乘一车，卑职甘愿受罚。贺东以为是因为他手欠要骑马的原因，才导致接下来一系列的事故，更是因为那女人的种种行为惹得王爷不高兴了，所以说罪魁祸首的他赶紧主动认错，不就是拾起军棍吗？你又不是没挨过。回去领赏。是王爷，卑职领赏。为啥呀？晚饭4菜1汤，荤素搭配。杜泽谦也留在听雪楼吃饭。娘亲亲，你居然没有迷路呀，好棒！云星辰举起大拇指，给云南月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娘亲，你当真没有走错路吗？大宝云言始终持怀疑的态度，他清楚娘亲路痴的程度，熟悉的地方还好，陌生的地方那隔3条街都走不回去。云烨看着云南月，等着他的答案。那是当然了，你们娘亲升级了，再也不是从前的路痴娘亲了。云南月信誓旦旦，可实际上原主脑子里的记忆像是导航图，但凡走过都不会迷路。比如说去往青云寺的路他就是记得的，但是一旦进入迷雾模式他就无能为力了，就只能撞大运了。娘亲亲，你去山里采药都看到了什么好看的景色，和我们说说呗。云南月从满山的野花说到参天的树木，又从山林清脆的百鸟叫说到了如镜面一般的湖泊。当然他绝对不会说天降暴雨把他和叶君觉困在洞穴里，又是被叶君觉强行送回了都城，还他妈的想起来就闹心。另一边叶王府，晚上才回王府的贺东停好了马车，放下小扎凳。叶王府的侍卫见王爷回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是周岩周莽夫上前一步，啪，单膝跪地。王爷，您的3个私生子，不对，是今日下午有3个小孩子来询王爷，其中2个男孩是那日与云家侍卫发生冲突的孩子，还有一个可萌的小女孩，卑职用1兜子糖得知小可爱叫云星辰。继续说。正要迈步踏入王府的叶君觉停下脚步，低垂的眼眸扫向周岩，饶有耐心等着下文。另外2个孩子不知道叫什么，但穿蓝衣服的小男孩把卑职给揍了。周岩啪一下撩开上衣，那青一块紫一块，全是云烨给他揍的。这要是真刀真枪，他周某人都成8段了。领赏去吧。啊？周岩和贺东那表情一模一样，他们不是很理解这赏从何而来呀？因为我把马放跑了，因为我被小孩子揍了一顿。话说这可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王爷不但不罚，还赏。为啥呢？这为点啥呢？王爷，该用膳了。叶君爵淡淡的应着，吃着并不出彩的晚膳。吃着吃着，眼前浮现出白日里洞穴里的一幕，马车里云南月慌乱的眼神，以及脸颊所触的那一抹温热。蓦然，某王爷嘴角勾勒出一抹非常明显的弧度，看得贺东是百思不得其解。自打王爷和寡妇出了山林之后，心情看起来就特别的好。难道说是因为王爷过了5年清心寡欲的生活，被一个寡妇强占后，尝到了各种滋味？刚才书拿到了都没有察觉，现在吃饭还开始走神儿了。贺东，卑职在，去买一些糖，要最好的。是，卑职都在问王爷，是送哪位大臣吗？送本王的女儿。说到本王的女儿这几个字，哎呦，叶君爵冰冷的眼眸浮现出了一抹老父亲的慈爱。女儿今天来看他，却让他扑了个空。作为父王，他定是要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糖果登门道歉的。贺东懵了，他完全懵了。王爷书拿反了，吃饭吃着吃着笑了，现在莫名其妙多出一个小郡主。你看，王爷脸上还散发着父爱的光辉。哦，我的天哪，谁能告诉他这一切到底是咋的啦？虽然不了解，可贺东还是买来了叶北国最好的糖果，这一颗糖果就得10两银子。不用跟着本王。并退了侍卫，叶君爵拎着一兜子糖果去往陆家，亲自登门向女儿道歉。与此同时，陆家听雪楼，杨芊芊，我明天能不能吃一串糖葫芦？就1串。小星星不断地点着瞌睡头，可是在睡前央求着云南月的同意。好，明天只许吃1串糖葫芦。好了，乖乖睡吧。好耶，杨芊芊，我爱你，最爱你啦！小奶音咩咩咩，小星星趴在云南月怀中深深地睡过去。等到确认女儿和儿子睡着了，云南月换上黑色的衣服，在房间四周布下禁制，飞身一跃，嗖离开了听雪楼，向着云家奔去。而此时从墙外跳进来的叶君爵和云南月一个进一个出，俩人完美错过。